追上来了！莫风，再快一点！殿下赢了。一个和亲公主竟敢赢我！朔漠第一勇将也不过如此。殿下，莫风撑不住了！莫风，别怕，我在这儿。这一程，你送我到这里就够了。殿下，莫风，下辈子别再跟着我走这么苦的路了。愿赌服输，呼延将军，该履行承诺了。本宫要入城了。卸甲提刀，跪迎大佛公主入城。弟兄们，本宫又改主意了。将军，你来给本宫牵马吧。大汗有令，大妃暂驻偏庭。让赫连耀来见我。江昭雪，你别太放肆！回去告诉你们大汗，本宫不是来做囚犯的。这扇门是你们跪着请本宫进来的。大妃还是低头吧。一个送去朔漠的弃子也配谈体面？姐姐这一去，怕是再也回不来了。我若是弃子，也不是你们能踩的弃子。想让我低头，他们不配，你们也不配。父皇，儿臣到朔漠了。昭雪，你可以不去的。若儿臣不去，大复边境还要死多少人？你是朕的女儿，不是朕的棋子。可儿臣愿做大冯的刀。儿臣自幼随父皇出征，通晓朔漠风俗。若论和亲人选，无人比儿臣更合适。若不趁姻亲机魔，将其教化，待他们休养生息，恐怕又是一场浩劫。好，好，好，朕的女儿果然最懂朕的心思。昭雪，到了那边就没人再护着你了。丫头，再叫朕一声阿父吧。阿爹，别忘了回家的路。儿臣会活着，也会赢。明日辰时之前，本宫若见不到赫连笑，便带着所有人马原路返回大复。大妃，这要谈和亲，让赫连笑亲自来谈；要谈羞辱，那就让他先问问呼延将军，昨日输得够不够好看。殿下这一边，怕是很快就会传遍王庭。那正好，省得他们一个个排着队来试探。殿下这是打算先把门踹开，再慢慢谈礼数？先生说错了。本宫是来教朔漠如何活下去。殿下，朔漠人这是想把我们困在这里。他怕的不是我跑，他怕我留下。可院外全是他们的人，人越多，越说明他们心虚。赫连耀若真觉得本宫只是个摆设，就不会派这么多人看着。听闻姑的大妃要走，听闻姑的大妃要走。大汗来晚了。哦，爱妃知道姑要来。我白日把话说的那样明白，大汗若不来，便有人该怀疑了。你到底是不想见我，还是不敢见我？胆子不小。大汗深夜入我屋中，连门都不敲。论胆子，彼此。你比姑想的有趣。有趣救不了朔漠。你白日说姑若不来，就要带着人马回大福，你凭什么以为进了王乡还能走得掉？凭这个。几粒种子200车2种，50名匠人，上百册农书，还有随行大夫、铁匠、木匠、水利匠，这些东西够朔漠多活很多人。姑承认你带来的嫁妆特别，可朔漠人吃的是肉，喝的是马奶，逐水草而居。种地，这片沙地能长出什么？若肥草丰美，朔漠何必求和？战败只是表象，真正压垮朔漠的是饥荒，是内乱，是部落之间为了水源互相撕咬。你想改，可那些老臣不让你改。你知不知道太聪明的人在朔漠活不长？我若不聪明，早在入境第1日就被呼延荣踩进黄沙里了。好，姑给你3个月。3个月内，我会让朔漠第1块试田增产。若你做不到，若做不到，我亲手烧了这些书。你舍得？做不到的书，留着就是废纸。那你若做到了呢？我要在王庭建学堂。学堂？教朔漠人读大夫的书？教他们识字、算术、看天时、懂农耕，让孩子知道活路不只在刀上，也在地里。你想驯服朔漠？我想让朔漠活下去，活着的人才有资格谈归顺、谈礼法、谈以后。姑可以给你机会。我要的能调动匠人、车队、医者的全力。我要朔漠各部署水源图，
并且且你的人不得阻拦我出入王庭。你倒是会开口。要想马儿跑，总得给马儿吃草。江昭雪，朔漠不是长安，这里的人不认圣旨，也不认大道理，他们认刀，认拳头，认谁能让他们吃饱。那正好，我带来的就是让他们吃饱的东西。明日喜宴，孤会让所有部落首领都来。是赢我还是是我？都有。那大汗可要坐稳，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让看戏的人太轻松。这杯酒敬朔漠最骁勇善战的海东青。大妃既然这么好奇本将军是不是雄鹰，不如改日亲自来演武场看看，只怕大妃细皮嫩肉，受不住朔漠的刀锋。呼延将军这话说的有趣，今日敢当众轻慢大汗的大妃，明日是不是也敢轻慢大汗的王令？你放什么屁！老子跟大汗是过命的兄弟，当初随大汗出生入死时，你这病秧子还不知道在哪儿。原来呼延将军也知道自己是臣，大汗是君，君臣有别，犹如日月有序。大汗如日，臣子如月，月可借日生辉，却不能遮日争光。呼延荣，不可无礼。今日适逢大喜，多谢呼延将军武刀助兴。谢大人好胆色过奖。臣只是知道，刀落下来之前，大汗一定会开口。哼，你凭什么笃定？因为大汗今日设宴是要看大妃如何入局，不是要看呼延将军如何坏局。大汗，这中有文臣分明是在挑拨。让阿罗来给呼延将军斟酒。方才你说君臣有别，那若是孤赏的呢？赏的是恩，受的是忠。若赏赐能让臣子的记得君恩，便是福；若赏赐让子忘了本分，便是祸。好一个福祸相生！看来爱妃带来的人个个不简单。大汗若只想要简单的人，就不该向大妃求娶。说得好，今夜是孤与大妃的新婚宴，剩下的酒便由诸位替孤喝完。恭送大妃。大汗今晚看够了吗？看什么？看我，也看谢长央。你想知道我带来的人能不能在朔漠站住，也想知道我会不会为了一个臣子乱了分寸。谢长央为你挡刀，你却坐着不动。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让呼延荣杀他。若你连喜宴上的刀都压不住，朔漠的王位也坐不稳。江昭雪，你说话真不讨喜。大汗也不像讨喜的人。这是王庭附近3处水源图，你看这东西比看孤顺眼多了。大汗若能多给几卷，我看你会更顺眼。贪心。朔漠要的是活路，活路从来不是1卷图就够的。喜宴过后，各部都会知道你不好惹。孤给你3日，你自己选出第1处试田。若有人拦我，那就让孤看看大佛公主踹门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本事。好，那大汗也睁大眼看清楚。请将军转告大妃陛下，朔漠愿守降书，永世不负盟约。大妃的恩泽也会如日光照入朔漠。最好记住今日这句话：我家殿下万里和亲，是大妃给朔漠的一条活路，还望大汗以礼相待，莫失朔漠气度。若让老夫知晓我家殿下受了委屈，可别怪大房铁骑再踏边境。将军多虑了，孤的大妃自然会放在手心里护着。殿下珍重。将军也珍重。殿下放心，臣回去后会亲自向陛下复命。殿下在朔漠没有丢大妃的脸。爱妃在想什么？在想开春后该从哪里开渠远水。刚送走故人，你倒是心急。做什么？总要给我个信物，不然我初来乍到，拿什么差遣那些完臣？哼，你倒是会挑。怎么，堂堂大汗连个扳指都舍不得？用满3次，孤亲自来取。殿下，风大，先回去吧。阿罗姑娘，不必下来了。风大，你回去歇着。多谢大妃。阿母，殿下，她不是王庭侍酒女吗？怎么还有孩子？在这里，女人能不能有孩子，不是她们自己说了算。
去请谢长城过来。殿下已经看了一夜，睡不着。这里，这里，还有这里，都有水源。殿下想三地同时施田，你觉得如何？若按稳妥之法，30名农将，每部落10人，由专人记录耕作进度，再由臣辗转3地，每5日巡视一次。3地同时开始，进度会慢些，但风险分散。若其中一地失败，另外2处尚可补救。随行的大夫也可以分派出去，顺道替牧民诊治。朔漠人未必信我们种地，却会信能救命的药。先用医者打开局面，再用2种稳住人心。谢长庚，你若留在大服，做个侍郎可惜了。臣若留在大服，恐怕做不了几年侍郎。为何？朝堂上容得下会写折子的人，却未必容得上非要把折子写到底的人。臣出身寒门，没靠山，脾气也不算好，要么学会闭嘴，要么迟早被人按下去。可殿下这里不一样，朔漠是死局，却也是新局。臣想看看，若不按那些老规矩走，这盘棋能不能走出一条活路。所以你陪我来和亲的？臣是来换一条路的。不分3地，全部人手集中在乌纱部。殿下，分而治中才是稳妥之策。乌纱部远离王庭，部族彪悍，又一向仇视大夫，把全部人手压过去，一旦出事，我们连退路都没有。所以才选他。不可，殿下千金之躯，怎被轻射险地？朔漠各部本就仇视大夫，乌纱部又最难驯服，殿下此举无异于虎口又进狼窝。先生可还记得我父皇当年为何能一统九州？因为每一场最难打的仗，他总站在最前线。我现在要的不是一块田，我要朔漠人相信沙地也能长出粮食。臣愿以性命担保，一定会妥善安排。殿下只需坐镇王庭，运筹帷幄，何苦亲自去趟那趟浑水？万一有个闪失，臣万死难辞其担。谢长庚，我从来要的都不是一己之私，我要让百姓不再易子而驰，让烽烟不再燃遍九州。我渴望站得更高，不是为了俯视众生，是为了张开更大的羽翼，替他们封风。臣愿做殿下登高的阶梯，纵使粉身碎骨，也绝不退后半步。我不要阶梯，我要同行者。好，臣便做殿下的同行者。你真要去乌纱部？大汗不是给了我3日，让我自己选吗？乌纱部首领乌勒图不是好说话的人，他曾经砍过王庭派去的税官。臣查过，是因为那税官抢了乌纱部最后一批过冬粮。大汗恕罪，臣只是习惯多看几页旧账。你们大肥来的果然一个比一个讨嫌，讨厌总比无用强。江兆雪，别死在外面。大汗放心，狼手扳指我还没用满3次，舍不得死。大汗，真由着他去。你觉得他会输？乌勒图那头蛮牛，连王庭的人都敢打。江兆雪去了，少不得要吃苦头。那就让姑看看中原凤凰有没有本事。王庭来的大妃，不在金诏里享福，跑到我这破地方作甚？本宫是来谈合作的。合作？你们大肥人能跟我们合作什么？拿书卷给我们填肚子？种子？我们这破地方连草都长不出来，你想种粮？做梦！本宫借你们乌纱帮1块地，若有收成，3成归你。3成还不够塞牙缝？首领嫌少。你们嘴上说送2种，心里还不知道盘算什么？若大佛真不安好心，何必送我来和亲？铁骑踏平朔漠，岂不更痛快？既已归顺，朔漠便是大佛盟邦。哼，话说得好听，我们饿了这么多年，王庭都没管过，你一个中原公主，凭什么管？狼首王戒，赫连药竟把这个给了你。本宫只问一句，这地借不借？借地可以，但你若种不出来呢？种不出来，所有损失由本宫赔，千丈、务工、损耗牛马，本宫都赔。我要现银。你这是趁火打劫！我乌纱部的人要吃饭。可以，但本宫也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从今日起，你把住得最散的牧民毡状迁到一处，家中有2名成年人的，出1人跟农匠劳作，每户每月补2000银子。真给银子？不是说大冯人只会骗吗？你图什么？图你们活着。
好，就让咱看看你这中原来的大妃到底能翻出什么风浪。他真挖呀！大福公主的手不是该用来戴金镯子吗？首领，别误会，我只是看你挖得太慢。首领力气不错。首领都下地了，咱们还看什么？干得快！岳父真有银子。1、2、1。谢大人，无妨。殿下，您何苦亲自做这些？牧民的眼睛亮着，谁装模作样，谁真心实意，他们分得清。可您的手，比起饿肚子，这点疼算什么？殿下不该如此苛待自己。先生不是也从早写到晚？这是臣配的药膏，能防伤口溃了。殿下若是不想明日握不住锄头，就别动。明日起，臣也下地。胡闹！臣身子虽弱，也不是拿不动锄头。你来劳作，谁替本宫运筹帷幄？先生，你身上的担子远比劳作重100倍。可臣不能只看着殿下流血。今日他们看见我下地，明日便会多信我一分。这一分比我少受点疼重要。臣知道劝不住殿下，但以后臣会替你看好身后。好一对主仆情深。见过大汗。谢大人深夜在大妃帐中，倒是尽心。臣奉大父皇随侍大妃，自当大汗深夜来，总不会只是为了说风凉话。水源图，王庭北线完整水源图，乌纱布附近3条暗区，2处救泉眼都在上面。姑等着看，你到底能在这片破地方做到什么程度？知道把图给我，说明大汗还不算太蠢。江兆学，你这张嘴迟早惹祸。那也得先把粮种下去。大汗，明日我需要30个会挖井的人。你倒是一点不客气。硕魔要活路，不能靠客气。明日午时人会到。多谢大汗。这句倒像真心。本来就是真心。殿下，乌纱布的人心开始动了。只是动了，还不够。殿下想做什么？人心会动，也会散，光靠热血撑不了多久。你又要折腾什么？从明日起，每一组每日都有定额，按时完成者有热粥，前3额赏银钱和粮食。赏粮还赏银？拖延者扣当日粥饭，屡教不改故意偷懒者挨鞭子。又是法又是鞭子，这和王庭那些税官有什么两样？偷懒便只能吃这个，应付便只能吃这个，肯干能干干得好便吃这个。听见没有？谁想喝热粥，明日就给我好好干！一个一个来，别抢锄头！大飞这法子比鞭子管用多了。他们是怕苦完以后什么都没有，让他们看见回报，他们就会知道自己的力气没有白费。若真能长出粮食，我乌纱布欠你一条命。不用欠我，以后别让你的族人再靠抢边境活着，就算还了。大飞这是把自己也种进地里了。大汗若嫌未种，可以站远些。姑只是怕踩坏你的田。那大汗真是体贴。你好好保重。怎么又不加衣？非要病倒了，让我分心。殿下今日怎么得空了？行医途中捡的，他孤苦无依，又不能说话，正好带回来帮臣研墨。你这几日没回信，就是在写这些？田里有殿下，账上总要有臣。你是打算把自己熬死，再让我给你立碑？殿下若亲自提碑，臣倒也不亏。谢承生，我让你做同行者，不是让你做殉道的。3个月很快就会过去，等第一批苗长出来，乌纱布便会真正信我们，也会有更多人盯上这里。你查到什么了？王庭有几名守旧老臣，近来频繁派人与呼延荣旧部接触，他们不敢明着反大汗，但若乌纱布失田失败，他们就能把所有罪名推到殿下身上。所以他们会动田，也可能动人。
殿下要防乌纱部的田，也要防身边的人。那就让他们来。种子埋下去，总要经历一场风，能熬过去的才叫活。殿下，臣会把风口找出来。那我就负责把风压下去。昨夜抓到一个混在牧民里的探子，不是乌纱部的人。人呢？关着。我去剁了他！不能杀。他来探我们的田，还不能杀？有些消息由敌人传出去，比我们自己说更有用。殿下是想让那些老臣先笑，等风收时再让他们闭嘴？不，我要让他们自己急。你们中原人说话怎么老像绕羊犬？首领只需知道，殿下要把刀递到他们手里，还给他们递刀，递一把他们不敢拔，也舍不得丢的刀。行，反正你们俩一肚子弯弯绕，田里的事交给我，谁敢靠近，我先把人揍趴下再说。殿下当初说要他们相信这片荒漠能长出绿洲，现在还不算，等第一粒粮食落进他们手里，等他们不用再拿草根哄孩子睡觉，那才算。会有那一日。大妃，有人说乌纱部被大幅妖术迷了心，还有人说那些苗根本不能吃，吃了会断子绝孙，这帮小人就会背后嚼舌根，我要去剁了他们。现在去就是送把柄。难道就这样让他们骂？他们在等乌纱部出错，只要收成不如预期，哪怕少了1成，他们都会说这是大肥妖术害了朔漠。那就让他们来田里看看。他们不会现在来，他们会等到收割那日，当着所有部落首领的面来。谢长庚，你这是把风口找出来了。还不够，臣还在查他们和呼延荣旧部的来往。呼延荣，他如今被大汗压着，明面上不敢再对殿下不敬，可这不代表他咽下了城门前那口气。他若咽得下，倒不是呼延荣了。那怎么办？既然他们要等收割那日看笑话，那我们就把收割那日变成他们最不敢忘的一日。大妃闹了几个月，倒是闹得声势浩大。这些花里胡哨的谷穗，能不能填饱人的肚子？既然大人不信，不如亲自割第一把。你让我割？算出来了吗？乌纱部此次收成足够全族2年口粮。若按大妃先前所议，3成留作乌纱部口粮，4成冲入王庭，余下3成犒赏军队，仍有余量可做来年种粮。大汗，我们部落也愿示众。我部也愿意，只要大妃派农将来，我们愿出人出地。还有我们也愿意。以后还会有吗？只要你们肯学、肯做、肯守住这片地，以后会有很多很多。传孤王令，乌纱部试田有功，其余各部可自愿效仿。反愿示众者，所得收成5成自留，2成纳贡。谢大汗，谢大妃。大汗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大人方才不是亲眼看过了，还是说大人觉得自己手里那把骨碎是大妃变出来的妖术？殿下这把刀递得好。不算好，只是他们终于舍不得丢了。乌纱部以前不信你，我也不信。今日这袋粮是乌纱部赔罪，也是谢礼。我说过，不用欠我。可我们欠这片田，也欠那些被饿死的人。那就用以后每1年的收成还。好。大汗，还有2部上奏反对。反对什么？他们说朔漠人世代逐水草而居，才是祖上传下来的火把，还说不该学大妇人跪在地里讨饭。这2个部落背后，正是王庭最大的助战旧臣。传令，将乌纱部试田的章程原样发往6部，乌纱部用过的讲偿法子也照搬过去。大汗，各部水土同。乌纱部能在荒地里种粮，其他部落没有理由做不到，故要尽快让整个朔漠变成粮仓。大汗，北边部落的苗一夜全冻死了。大汗，西北水渠挖错，种子全泡烂了。大汗，东边撒错药粉，好地烧坏了。把江昭雪叫来。现在，大汗，老臣早说过，朔漠不该王墓穴大幅耕种，如今浪费良种，伤了土地，百姓怨声载道，这责任又该谁担？大妃是大凡人，带来的自然是大法子。若继续胡闹，只怕朔漠的根也要被挖断。殿下，太医说已经2个月了。大妃近来不可操劳，不可再去风沙重的地方，更不可动怒。大汗到。太医怎么说？
这几日可还吐得厉害？托大汗的福，也好许多。大汗今日怎么得空来我这里？近日事务繁忙，未能常来看你。然后呢？大汗不是会绕弯子的人，出了什么事，直说吧。大汗照办了乌纱部的章程。乌纱部能成，其余6局为何不能？因为地不一样，水不一样，风也不一样。北标内部风口太硬，原本就该先搭3道帮风矮墙，你们只搭了1道。水局不是越深越好，那地方地势低，水一引过去，不是灌溉，是淹田。施种土地不能按乌纱部的硫磺用量，不然不是软土，是伤土。这些你为何没说？大汗问过我吗？乌纱部成了，不是因为照猫章程。农氏不是行军，不是一声令下，所有人照做就能赢。姑急了，那些老臣也不会给姑太多时间。姑需要第2次成功。所以大汗来找我，是想让我去救那3块地。你有身孕，姑不会让你亲自去。那大汗想让我坐在屋里，隔着急报把地救活。太医说你不能劳累。那3块地若救不回来，守旧老臣会借此压你。呼延荣旧部会说你被大肥女人迷了心，到时候乌纱部的田也保不住。我可以不下田，但我要去亲自看地。你肚子里还有姑的孩子，那更该让他看看，看看他将来要面对的朔漠究竟是黄沙还是田野。江昭雪，你真是姑见过最不听话的女人。巧了，大汗也是我见过最心急的君王。明日出发，谢长庚也去。姑知道你信他，也知道他比姑更懂怎么劝你停下来。先生这是在看病还是看犯人？看一个不省心的病人。殿下如今比病人更需要人盯着。谢长庚，你如今胆子越发大了。托殿下的福，同行者总要有些胆子。满意了？不满意。3处败田都救回来了，你还不满意？大汗是不是忘了一件事？学堂？你这是打算把学堂开遍朔漠？难道大汗不想？难道要让将来的子民仍旧目不识丁？刀能夺城，可守城靠的是会算粮的人，会纪律的人，会教孩子的人。早就建好了，只等你生产后亲自揭牌。姑原想给你个惊喜，谁知你日日拿此事同姑算账。所以大汗早就建好了，却一直不说。姑忙，允诺大妃之事，姑从未忘却。先前未说，是姑思虑不周。赫连耀，我不怕你利用我，你若借我的手替朔漠开路，就不能在鹿刚铺好事，把孩子们关在门外。姑记住了。那就请大汗拟令，从今日起，凡得新式耕种之部，丰收后必须建学堂，田地养身，书本享心。还有吗？大汗今日若很闲，不如把王令写完。大汗，此令是否太过仓促？哪里仓促？朔漠儿郎自幼该学骑射、驯马、放牧，若人人都去学大幅文字，将来谁还记得祖宗规矩？大人这话，本宫听着新鲜。认得字便不会骑马了，会算粮便不会放牧了，懂水利便忘了祖宗。那大人识字多年，怎么还记得自己是朔漠臣子？老臣不是这个意思，老臣只是担忧日久天长，恐怕朔漠子弟只知大福，不知王庭。大人既然担忧，那第一座学堂便请大人亲自来盯着。开学第1日，大人坐在堂中，本宫教什么，大人听什么。若本宫教朔漠孩子忘了祖宗，大人当场指出。怎么，大人不敢听？殿下，学堂走水了！殿下，你不能去！查，今夜守学堂的人，一个都不许放走。怎么会突然走水？学堂还未开，便遭此灾，莫不是长生天示警？大人来得倒快。老臣听闻学堂走水，心中忧急，忧急到连外袍都穿反了。老臣年迈，仓促出门，一时不察。不是普通走水，有人泼了洋油。大妃慎言，王庭学堂种地，谁敢纵火？敢不敢？
查一查便知道。此人负责看守西侧书腹，起火前半个时辰，有人见他往外搬过一只空洋油桶。不是我，是有人给了我银子，让我把桶放进去。谁？跑什么？心里有鬼！大人刚才说长生天事迹，如今看来长生天倒是挺会挑人传话。大汗，老臣冤枉！学堂被烧，不宜见血。既然大人这么担忧学堂误导硕墨子弟，那重修学堂的木料、工钱和书钱便由大人府中出。大妃，大人亲自监修，少一根木头，本宫便拆你府上一根梁。你这比杀了他还让他难受。杀他只能安静一时，让他亲手把自己最怕的东西建起来，才是法。江昭雪，你真记仇。大汗若被人烧了半座王城，也会记仇。江昭雪，你听见没有？大府的稻谷还没种满硕墨，学堂还没开，你不许有事。大汗，是小公主。叫什么？丽渊。丽为骨，渊为鹰。愿他既知粮食可贵，也能飞过长风。好，就叫丽渊。陆老将军亲自来，必有大事。殿下，将军，大夫陛下命臣出使硕墨，送来岁贡回礼。将军一路辛苦。殿下，将军这是做什么？陛下病重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入冬后便不大好了。朝中如今由二皇子江承景监国，陛下让臣转告殿下，故土春申，盼殿下安好。将军一路前来，可有人跟随监视？有，二皇子的人随使团入境。殿下，臣此来不只是传话，也是来看看硕墨有没有异动。朝中有人说，若陛下驾崩，硕墨必趁大冯新旧调替之机发兵。将军先歇下。殿下，我知道，这消息赫连耀很快也会知道。与其等别人递刀，不如我亲自把刀放到他面前。你父皇病重，是。二皇子监国，是。若大坟内乱，这是硕墨最好的机会。机会？大汗想要什么机会？是想趁大坟病抢几座城，还是想让硕墨重新回到年年征战的日子？大汗若真想发兵，本宫拦不住。可你要想清楚，这一刀落下，砍的不只是大福，也会砍断丽渊脚下的路。江昭雪，你是大冯的公主，也是硕墨的大妃。若真有一日两国兵戎相将，你站哪边？我站在活人这边。这些地方都是这几年一点点建起来的。若大汗此刻发兵，这些粮仓会变成军粮，大汗可以抢几座城，也可以赢几场仗。可等大幅铁骑反扑，硕墨这些年刚长出来的根都会被连土拔起。你觉得孤会输？大汗不会输得太难看，但硕墨一定会输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幅病的不是江山，是君王。父皇若真病重，朝中必会乱。可大肥的粮仓还在，铁器还在，边关将领还在。二皇子再蠢，也不会蠢到让硕墨趁乱长驱直入。陆老将军亲自来，不是来示弱，是来探刀。我父皇是什么样的人，大汗该清楚。他从百夫长走到帝位，一生最懂人心。陆老将军既然知道，还带着消息来，就说明父皇是故意让他知道。殿下，这是硕墨3年来粮仓入库数，这是各部人马消耗，臣算过了。大汗若要发兵，第1年可取大幅边城3座，第2年粮草需加征3成，第3年硕墨各部至少有4处试田荒废，第5年学堂断供，农将军将，水渠无人修护。10年后，硕墨会重新回到逐水草而泻的旧路，到那时大汗得了城，却失了根。谢长征，你倒是算得清楚。臣是文臣，不能替大汗挥刀，只能替大汗算账。你告诉姑这些，想得到什么？刀兵可定疆土，可教孝才能安天下。我既入硕墨，这辈子便会为这片土地谋划。是姑糊涂了。传令，硕墨各部不得妄动兵马，边境护士照旧。若有借大副病重之事扰边者，
按判令处置。是。大汗，大佛皇帝病重，这是长生天赐给朔漠的机会。若错过此时，来日再想南下，难如登天。这些年大妃推行农耕学堂，臣等不敢多言。大汗，臣愿率3000骑兵巡边练兵。只是练兵，自然只是练兵。呼延将军若要练兵，不如去乌纱布。乌纱布近日要修新渠，3000骑兵正好能土力土运石。大妃是在羞辱臣。将军说笑了。朔漠男儿不能忘刀，也不能忘粮。将军既想练兵，便让他们知道，守一条水渠不比冲一座城容易。哼，大妃说的有理。呼延荣，便由你带3000骑兵去乌纱布修渠。臣遵令。将军，父皇病情究竟如何？有病，但不到外头传的那般危急。陛下让臣告诉殿下，边关无案，照顾好自己。请将军回禀父皇，朔漠不会动兵，我也很好。臣一定带到。大汗，臣有话要说。臣是朔漠学堂农事总师，若大汗要把学生送上战场，把粮仓改为军资，臣自然要来。哼，大肥来的文臣果然见不得朔漠强盛。大汗若想称霸天下，臣并非不懂，可称霸有2条路。说得好听，难道让朔漠男儿等着大肥自己乱？成大事者，当以苍生为念。大汗若执意用战士的血肉铺路，即便得了天下，也不过是坐在白骨堆上的暴君。谢长庚，你敢这样同孤说话？臣今日若退一步，来日便有千万朔漠百姓退无可退。好一个舌灿莲花的谋士！孤知道你有功，也知道这些年你走遍各部，替朔漠做了许多事。可你要明白，朔漠的王是孤。先生说的是实话。江昭雪，你也要同他一起逼孤。大汗，谢长仪仗着功劳轻慢王权，若再纵容下去，朔漠朝堂究竟听谁的？呼延荣，你闭嘴！够了，孤已经向将士许诺，0年春后必将整兵南下。退下。大妃，说，谢先生3更时分病逝了。你说什么？谢先生不了。殿下，臣只能陪您走到这里了。先生，你说千里轮一堂课，怎么先时约了？春河已变朔漠，一轮已有明君之相，请殿下前走。你要我向前走，可我一回头，身后已经没有你了。殿下，保重。别渴了，过来。先生留下的书，你可得收好，别枯坏了。先生最怕树叶受着。昭雪，是孤没有想到他病得这样重。他病得重不重，大汗不知道吗？藏书阁外多了多少侍卫，大汗知道。如今大汗说不知道，是在骗我，还是骗自己？孤只是想让他闭嘴。他现在闭嘴了。大汗满意了吗？谢先生葬在春河学堂后山，那里能听见孩子读书。孤会按朔漠最高礼制厚葬他。不必。先生不惜郎旗和号角，他只稀罕书生。殿下，您醒了。先生呢？你昏了3日，立准替你守了3日孝。谢长锦的后事已经办妥。听说你阿爸给了勾服3个部落的管辖权，还让他提调一切务要领。是。你难受？儿臣不该难受吗？阿父说过，丽渊是朔漠的鹰，可如今勾服哥哥能调兵，能管部落，能进军帐议事，我只能去学堂。你觉得学堂不如军帐？老师说过，治国如执秤，重在权衡。可若手中没有兵，没有权，秤也会被人夺走。这句话是你自己想的？老师，阿桑姐姐，乌勒叔叔都教过我，他们都说朔漠变好了，可勾服哥哥的人前几日又毁了一处新田。草原上的人鹰总要做一个选择，
我儿是想当拼杀的将英，还是领头的狼王？刀太重会压死人，梁太轻又护不住人。儿臣不想只做被人放出拼杀的鹰，儿臣想做能带狼群活下去的王。你可知前秦100万大军为何会败给东晋？老师讲过，苻坚以为兵多便是势，他错把江河之事当成自己的本事，而谢安胜才明白，真正的事不在兵多将广，在人心向背。这是阿父的王戒，曾经是，如今我给你。庸者见子，智者见事。而是在风起倾盆狂澜，就备好了渡河的舟楫。去吧，我的小狼王。阿母会帮我吗？阿母会为你安排好一切。儿臣明白了。你不是哑巴。对不起，我是蕊娇的女儿，是大汗让人送到先生身边，他让我看着先生。老师的死与你有关。他们拿阿母威胁我，这个不是先生最后喝的毒，是我偷偷换下来的半瓶，我不敢说。先生说让我活着，让我看着小公主把学堂守住。这件事阿娘知道吗？老师既然让你活着，你就好好活，活着把欠他的事做完。传信乌勒图，北韩部、白水部、赤泥部，就说春和学堂今夜启灯，凡愿守学堂、守田、守粮的人，3日内到王庭。既然勾服要借刀立威，那我就让他看看朔漠真正的刀在人心里。小公主，你阿母让我们来，不是阿母让你们来，是你们自己要来。若今日你们是因阿母而来，来日别人换个大妃，你们还会退；若你们是为自己的田、自己的孩子而来，那谁也赶不走你们。好，哈哈哈哈！这才像江昭雪养出来的女儿。都听见没有？不是替谁卖命，是守咱们自己的粮。守粮，守学堂，守春和。小王子天生勇武，日后必是朔漠真正的狼王。大汗如今被大妃牵制，行事迟缓。若有小王子掌兵，朔漠早已拿下大佛边城。傅寒就是太顾忌江昭雪，一个大佛女人能懂什么草原？殿下，大汗出事了，瘫了，比我预想中晚了3日。殿下，备车，去金帐。都出去，也下不了了。怎么？大汗可知我在脑海里演练过多少种取您性命的方法？别急，我今日不是来杀你的。您比历任朔漠王都有容人之量。您给过我信任，给过我权力，也给过我尊重。若您肯徐徐图之，我甚至愿意辅佐您问鼎中原。可你不该动是谢长生，还有阿桑，那个叫阿桑的丫头，是阿罗的女儿吧？你利用那孩子与我有几分相似，把她装成哑女，安插在谢长根身边。所有人都以为她是先生救回来的孤女，连我都被你骗了。后来谢先生的藏书阁被翻，我才发现不对。那些藏书放在哪里？哪些是正本，哪些是副本？除了我和先生，就只有日日替他整理书案的阿桑知道。大汗这局棋下得可真够久。你早知道。阿桑将证据给了丽渊，谢先生最后也留下了字，他到死都比你仁慈。知道那孩子有苦衷，还让我不要追责。你放任我开学堂，推广大妃文字，不是为了慕名，是为了来日两国一统时，朔漠能更好的被你掌控。谢先生功成，所以你容不下他，又怕我查验尸身，便让医官给我用了安神药。等我醒来，他早已下葬。杀你不难，难的是杀你之后如何让朔漠平稳过渡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，活着看我们的女儿如何完成您梦寐以求的大业。对了，勾服已经掌权，他会替你把朔漠所有旧病全都翻出来。别急，这场戏才刚开始。小王宗，一群牧民也敢反我！小王子，他们都是被大佛学堂教坏了，若不杀一儆百，日后更难管束。来人，去把乌勒图的儿子带过来。勾服，你敢动我儿，我乌沙族与你不死不休！乌勒图，你不过是一个部落首领，
这些年仗着江兆雪和丽渊，真以为自己能与王庭抗衡？村河不灭！听见了吗？这就是你选的狼王，他连乌勒图的儿子都敢杀，来日也会杀你的女儿。你现在是不是很想说勾服不敢？别急，看看你选的狼王是怎么一步步把自己送上绝路。勾服关学堂是怕你们识字，杀乌勒图叔叔的儿子是怕你们不再跪。我不会让你们现在起兵。小公主，我儿的仇会报，但不是现在。勾服要的就是你现在拔刀，你一拔刀，他便能说乌纱部谋反，到那时他会名正言顺屠你的部落。小公主，乌纱部听你的。我们的女儿学会忍了。你从前总嫌她不像狼，如今她像，只是她要咬的第一个人不是大福，是勾服。勾服擅杀不明，擅废王令，擅自出兵葬送千骑，旧臣挑拨王庭，毁田焚书，祸乱朔漠。今日李渊奉狼首王戒，清君侧。呼延将军，你要替旧臣守门，还是替朔漠开门？哈哈哈！你娘当年让我牵马入城，如今你又让我开门迎你，开门！大汗还活着，你们这是谋逆！谋逆？是谁借勾服之手毁朔漠根基？今日不杀你们，是因为朔漠还要律法，但从今日起旧制废除，奴隶归籍，学堂重开。从今往后，朔漠的王令不再只从刀上来，也要从帐帐、田地和学堂里来。乌纱部拜见小狼王！拜见小狼王！拜见小狼王！拜见大汗，这才叫是。你想要的狼王来了，只是他不会替你走旧路，他会走自己的路。先生，春河没有灭。从今往后，朔漠不只认刀，也识字、认粮、认人心。